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，我是小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明。小安，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呀。可不是嘛，我昨天加班到很晚，今天起都起不来。加班？是工作很多吗？对呀，最近事情多，每天要做很多事，虽然能多赚一点钱，但真的太费力气了。我懂这种感觉，我身边有个朋友也是这样。哦，他也是经常加班吗？对，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，工资很高，但是很少有时间休息。是呀，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有钱但是很累。那反过来，有没有人没钱但是很轻松呢？当然有啦，我有个邻居，工作很轻松，每天按时下班，但是工资不高。这样呀，那他每天下班都做什么呢？他下班就去公园走路，或者和朋友聊天，周末还会去爬山，特别舒服。听起来好舒服啊！我有时候也想过这样的生活。我也是，有时候加班累了，就会想，要是不用赚那么多钱，能轻松一点就好了。但是如果钱太少，也会有麻烦吧？比如想买的东西不能买。你说的对，这就是一个很难的选择。我在中国待了5年，发现很多中国人都在想这个问题。对呀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，都有这样的难题。那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？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对好生活的想法不一样。不一样？怎么不一样呢？有的人觉得好生活就是要有很多钱，能买大房子、好车子，所以他们就努力工作赚钱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他们觉得钱能带来快乐。对呀，但是他们工作太辛苦，没有时间享受生活，慢慢就觉得累了。那另一种人呢？他们为什么觉得没钱也能轻松？另一种人觉得，好生活就是能有很多时间休息，和家人朋友在一起，不用为钱太着急。所以他们宁愿工资少一点，也要轻松一点。没错，就像我那个邻居，他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每天都很开心。我想起我在中国的一个同学，他就是这样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他是做老师的，工资不算高，但是每天只上2节课，剩下的时间可以看书、养花。哇，这样真的很轻松，我都有点羡慕了。但是他也有烦恼，比如想买一个新手机，就要攒很久的钱。对呀，没有钱也会有不方便的时候。那有没有什么办法，既能有钱，又能轻松呢？当然有啦，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的建议。快说说，是什么办法？第一个办法就是合理安排时间，不要让工作占满所有时间。合理安排时间，怎么安排呢？比如每天工作8个小时，下班之后就不要再想工作的事，好好休息。这样的话，既能赚钱，又有时间休息，对吗？对呀，我现在就慢慢调整，每天尽量不加班，下班就回家休息。这个办法很好，我也要试试。还有第二个办法，就是不要想要太多东西。
不要追求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总想着买很贵的东西，够用就好。比如手机，能打电话、发信息就可以，不一定非要买最新的。我明白了，这样就不用为了赚钱拼命工作了。没错，这样我们就能在赚钱和轻松之间找到中间的样子。对了，小安，我发现中国有一个词叫内卷，是不是和这个话题有关？你知道内卷呀？太厉害了。我听中国朋友说的，但是不太懂是什么意思。内卷就是说，大家都在拼命工作、竞争，明明很累，但是还是停不下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就像很多人加班，就是因为别人都在加班。对呀，这就是内卷。其实我们不用这样，做好自己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个文化点很有意思，海外学中文的朋友应该也想知道。是呀，简单说，内卷就是不必要的竞争，会让人变得很累。明白了。其实不管是有钱累，还是没钱轻松，都没有对错。对，关键是自己觉得开心就好。没错，有的人就喜欢赚钱的感觉，虽然累，但是很有满足感。有的人就喜欢轻松的生活，虽然钱少，但是很快乐。所以我们不用羡慕别人，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今天聊的内容吧。好呀，今天我们聊了一个话题，就是有钱但是很累，还是没钱但是很轻松。我们分析了原因，主要是大家对好生活的想法不一样。一种人觉得有钱就是好生活，所以拼命工作，变得很累。另一种人觉得轻松就是好生活，所以宁愿钱少一点，也要多休息。然后我们给了2个建议，第一个是合理安排时间，不要让工作占满所有时间。第二个是降低自己的欲望，不要追求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我们还聊了中国的内卷，就是不必要的竞争，会让人很累。最重要的是，不管选择哪种生活，自己开心就好，不用羡慕别人。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核心内容。现在，我们想问问听播客的朋友们一个问题。是的，第一个问题，你更想过有钱但是很累的生活，还是没钱但是很轻松的生活？第二个问题，你现在的生活是累还是轻松呢？请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分享，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回答。对，一定要留言哦，我们会看每一条留言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